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噩耗不断，俄网民讨论回购辽宁舰，中国会不会卖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命运坎坷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维修过程中再度起火，这也是自2019年展开维修以来发生的第二次火灾。这艘航母在维修期间还经历了浮船坞在修理过程中沉没，一架大型龙门吊砸向航母甲板的事故，损坏程度非常严重。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已经进行了5年左右的大修，计划2024年重新服役，前后耗费的时间差不多有7年。俄罗斯海军的舰艇在造船厂、修理厂和海上航行时发生火灾的情况并不罕见，符合俄罗斯军工一贯的粗糙风格。近年来最具破坏性的事故是洛沙里克号核潜艇，一次内部火灾就导致艇上14名船员死亡。据2名俄罗斯国防工业消息人士称，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翻新工作原计划将持续到2024年的第1季度。目前还不知道最新的这起火灾会如何影响其大修进度。一旦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重新服役，预计该舰将再服役15到20年。俄罗斯自认为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一定要拥有航母。但是库兹涅佐夫号目前改装的总费用，包括2019年火灾和此次新火灾所需要的修理费用，可能是一个无底洞，或者说这艘航母是否还值得翻新，都是一个未知数。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经济愈发困难的情况下，真的需要改装和维修一艘没有多少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吗？比较有意思的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再次起火，引发了俄罗斯军事论坛的热烈讨论。有许多人建议从中国购回它的姊妹舰辽宁号航母。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经过中国改装并服役的辽宁舰经历了广泛的船体、武器、雷达和电子系统的升级，从技术的成熟度来看，远远超过俄罗斯自己改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辽宁舰最近前出西太平洋演习期间，日本人观察到，该舰在3天内起降舰载战斗机130架次，这意味着每天战斗机的出动数量为43架次。要知道，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时，每天的出动量只有区8架次。在此次作战部署期间，俄罗斯海军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由于阻拦索的断裂而损失了2架舰载战斗机，甚至有一部分舰载机不得不转到陆军基地后再起飞，其整体表现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俄罗斯网友给出的回购辽宁舰的第2个理由是，随着中国航母舰队的不断扩大，会有新的航母取代辽宁舰的地位，出售落后航母就成为了必然。该舰即使不卖给俄罗斯，也会出售给另外一个国家。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会向俄罗斯出口辽宁舰吗？在俄乌冲突持续期间，当然不可能。那么在双方停战之后，有可能吗？也不好说。首先，辽宁舰本身是用一艘来自乌克兰的半成品航母改装而成的。中国将辽宁舰卖给俄罗斯，在两国又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下，可能会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外交难题。其次，辽宁舰和山东舰是姊妹舰，这艘航母在中国海军中主要承担飞行员的培训任务，舰龄呢又比较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需要用辽宁舰承担飞行员的培训任务，因为中国未来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需求量会非常大，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出口辽宁舰。就算20多年后，中国航母的数量快速增加，到了该淘汰辽宁舰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优先向巴基斯坦这样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出口。道理很简单，航母是进攻性武器，其出口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军事同盟问题。当然，俄罗斯主动从中国引进航母的可能性本身就比较小，因为这涉及到俄罗斯的大国荣耀问题，也就是面子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完全可以拉到辽宁的造船厂去大修或改装一下，这可远比俄罗斯自己不靠谱的造船厂天天着火要来的高效和省钱。从长远的发展看，俄罗斯仍然想拥有自己的航母制造产业，这才是俄罗斯的船舶工业部门再难也要坚持让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复活的关键所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